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主要上一期已经给大家讲过被苏联侵害的波罗的海三国了。这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也是同样被苏联侵害的一个国家之一，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波兰。说在这次的俄乌战争里面，大家也看到，就波兰跟其他国家相比的，对于乌克兰的支援是非常的尽心尽力的。比如说前2周，乌克兰说自个儿不小心丢了100多辆 T72坦克，后来呢什么没过2天，乌克兰就说他们不小心又捡了100多辆 T72坦克。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怎么回事，只不过乌克兰和波兰都不好明说，大家都明白，心里都很清楚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就是从波罗的海三国到如今的乌克兰，他们这么的支持，怎么说呢？就支持波兰吧，就这么支持乌克兰，这么的怎么说呢？就痛恨俄罗斯吧。虽然俄罗斯是侵略者，但按照欧洲人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种心态来讲，他们是不会对别人倒霉抱着什么我想帮你的心态的。就这点可以从2次世界大战中就能看得出来。而像东欧的这个国家能抱这么的想帮助乌克兰，现在很大原因都归咎于当年苏联对他们的残害，也就是当年从沙俄也到苏联到如今的俄罗斯吧。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波兰心中永远的痛，就是这个卡廷森林惨案。说当年1939年，斯大林跟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条约，想以此瓜分欧洲。希特勒这个时候开始对欧洲西边开始了入侵，然后就开始跟法国这边开始打仗。苏联呢，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侵略东欧国家，而波兰就成了他们2个条约下第一个牺牲品。就说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苏联和德国进攻波兰。就像以前看了一个故事就讲说，就是一个记者去采访，怎么说呢，就是一个2战的德国老兵吧，就问他，就跟他采访很多事情。然后之后呢，其中这个德国士兵就问了这个记者，就说我问你说这个2战是什么时候爆发的？他说不就1939年的9月吗？他说是对。但是当年引发2战入侵波兰的是只有德国吗？不是这样的，你苏联也入侵波兰了，可是没有人提起苏联。后来呢，在苏联他入侵了波兰以后，就开始了对波兰人民的迫害吧。先是对政府官员、军人、知识分子以及地主们开始了迫害。他们先是抓捕了这些人，然后呢，开始对他们进行了监禁、审判，也没有审判吧，就他那就苏联的那一套的，反正找个理由把你抓起来，然后把关起来之后，没过多久之后，就在卡廷森林里将从一开始的8000人到后来的说是2万多人的波兰人处决。他们被处决之后呢，让他们就地掩埋在了卡廷森林之内。后来到1943年，德国跟这2个大族开始给闹翻了以后，德国打到这里之后呢，就是怎么说呢，故意恶心苏联人嘛。你看你当年杀的波兰人，我再给你刨出来之后，你看你这人多坏，你说我坏，你比我还坏。德国人就组织着人手开始调查这些万人坑，都是就揭露当年苏联犯下的罪行。当然苏联是不会认的，说这都是你德国干的，你栽赃陷害，我们伟大的苏联是不会干这种邪恶的坏事的。你想想你说我们苏联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来的，怎么可能会迫害波兰人民呢？你说你都是胡说。但德国人就觉得说你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43年我才来这儿，说这是实体云就是3940年的东西，那个时候明明我们就没在这儿，咱那时候还是好基友呢。后来吧，但是后来的德国也战败了，苏联又战胜了，就没有人再提起这啥。后来到50年代的时候，就是美国就开始调查这些当年卡廷森林的，后来得出的结论也经过很多从人证
到现场的一些排查，从到卫星照片各种方面开始去查，后来呢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很大的可能还是那谁苏联人干的。你德国人干，毕竟最重要是时间对不上。你说德国人干，你说德国穿越到海洋森林，然后又穿越把每一个波兰的军官、政府官员，好这些知识分子都抓起来，再穿越到把他到海洋森林里再都处决了，那太扯淡了，你这就不符合现实。但是苏联人是一直不承认这些事情的，当然，但这个事儿当初传到波兰的流亡政府里面，他们是立马就跟苏共就翻脸了。你把波兰历史上是几次被瓜分的，哪一次跟毛子没关系？这帮人一想也是，你说苏联人他又杀了自个儿的同胞了，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肯定是苏联人干的。后来呢，就到最后1990年的时候，苏联才正式承认了当年在卡林夫岩犯下来的罪过的确是他们干得出来的，以内务人民委员部为首，以及他的一些下属吧，他的一些下属的一些人，他们联手干出了这件惨绝人寰的悲剧。但是呢，他虽然说是你看90年都什么时候了，距离苏联解体也就没多久了。所以哪怕他承认了，他也没法再向当年的波兰人民赎罪了。所以这也从这两件事就能看出来，为什么这些东欧国家为什么这么的痛恨的谁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因为你这个人怎么说呢吧，你太坏了，你到谁家你都是这样，你不是杀就是抢，你对谁的都是这样，你也不说你讲理吧，你这也没理可言，你这个人。这国家这个民族吧，你见谁你都是这样，你对你的邻居你都能是这样，你都不变，坏到这个地步，也难怪大家都那么的痛恨你啊。所以呢，觉得大家就想给大家就是想表达的一个我的想法就是，就是别做梦了啊！你希望他们主动退出，从过去到现在，你像他主动支持和平，放弃战争，你想让他吐出来他侵占的土地，你从大狗熊的嘴里掏食儿，你不要命了，你掏牙齿他得给你玩命。所以就说呢，你如果真的想要和平的哈，那就是支持乌克兰战胜俄罗斯。说那些就是说啥用嘴能支持来和平的这帮人，就想对你说话，你去吗？你去吗？你去我就支持你，你去跟普丁谈。你拉一帮子跟你一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你们要是敢去俄罗斯跟普丁谈，你能谈出个所以然来，你让他能退兵，你让他能保证以后永远都不侵略乌克兰，你能让乌克兰人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就能换来自己的和平，那你真牛，那你就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只敢在这儿跟人在那讲，你想用嘴来换来和平，那我告诉你，你想多了。